在探讨债务重组的概念之前，让我们先理解一下它的核心意义。债务重组，简而言之，是指在债务人面临偿债困难时，与债权人协商，通过调整债务条件来减轻债务负担，保障债务人能够继续运营，而不是直接破产。这听起来是一个双赢的解决方案，但真实情况远比表面看起来复杂。历史上，不少国家都采用过债务重组来应对经济危机。以希腊债务危机为例，2010年起，为了应对国债危机，希腊通过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欧洲中央银行 ECB 和欧盟 EU 等债权人的一系列债务重组计划，避免了经济崩溃。这些措施虽然在短期内减轻了财政负担，促进了经济的部分复苏，但也带来了长期的经济增长缓慢、高失业率和社会不平等等问题。那么，为什么国家和企业会选择债务重组而不是其他方式来解决债务问题呢？首先，债务重组可以避免完全的财务破产，保持企业的运营或国家的财政稳定，维持社会经济秩序。其次，通过重组，债务人可以获得更合理的偿债计划，减轻立即偿还债务的压力。最后，这也是一种减少债权人损失的方式，虽然可能需要牺牲部分利益，但相比债务人破产清算，债权人能够收回更多资金。债务重组的影响是深远的，对于经济体来说，它能够短期内恢复金融市场信心，避免经济进一步恶化。但长期来看，重组过程中可能会引发的信用评级下降、投资者信心损失等问题也不容忽视。对普通民众而言，虽然债务重组有助于维持经济稳定，避免失业率飙升，但在一些情况下，为了达成重组协议，政府可能需要实施紧缩政策，影响民众的生活水平。接下来，我们将探讨债务重组的未来趋势以及它对全球经济格局的可能影响，同时考虑观众的反馈和评论，以期引发更深层次的讨论。大家好，我们是一个充满热情的初创团队，致力于创作精彩的视频内容。我们真诚的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和鼓励。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视频，请不吝点赞和订阅，这样可以帮助我们的内容更好地适应 YouTube 的推荐算法，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作品。同时，我们非常欢迎您在评论区留下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无论是喜欢、不喜欢，或是其他任何想法，您的每一次互动对我们都至关重要。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在深入讨论债务重组的实际案例之前，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实施该政策国家的经济背景。以希腊为例，2010年爆发的债务危机凸显了该国在长期的财政赤字、债务累积以及经济增长缓慢中积累下来的问题。面对债务规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近150%，希腊政府被迫寻求国际援助，以避免违约的风险。希腊的债务重组过程是复杂且充满挑战的。2011年，希腊与国际债权人达成了首轮债务重组协议。该协议包括了一系列严格的财政紧缩措施、税收改革以及退休金系统的重组。此外，协议还包含了大规模的债务减免，旨在降低希腊的债务负担，使之能够在未来几年内恢复财政可持续性。然而，这些措施引发了广泛的社会不满和经济衰退。财政紧缩导致了公共服务的削减、大量公务员的裁员以及退休金的缩水，而税收改革则增加了普通民众的经济负担。经济衰退进一步导致了失业率的上升，青年失业率在一段时间内更是高达50%以上。2012年，希腊进行了第二轮债务重组，这次主要针对私人债权人，通过所谓的债务置换计划，允许私人债权人用原有的债券换取新的、面值较低、期限较长的债券，实质上接受了一定比例的损失。这一措施有效降低了希腊的债务总额，为希腊经济的缓慢复苏奠定了基础。尽管如此，希腊的债务重组之路并非一帆风顺。重组后的经济改革和财政紧缩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国际投资者的信心，但也对希腊社会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公共部门的缩减、福利制度的削弱以及税收政策的变化，都对希腊人民的日常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外，债务重组的成功也依赖于持续的经济增长和政府的财政纪律。这对于正处于复杂政治和经济转型期的希腊来说是一个持续的挑战。希腊的例子展示了债务重组不仅仅是一项财政或经济操作，
更是一项涉及广泛社会、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复杂过程。它要求政府、债权人以及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寻找平衡点，以实现经济的稳定和持续发展。尽管债务重组为希腊带来了短期的经济缓解，但长期来看，如何在保持财政纪律的同时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就业率和改善民众生活水平，仍然是摆在希腊乃至其他经历过债务重组国家面前的重大挑战。实施了债务重组政策后，希腊的经济转变经历了一个复杂而曲折的过程。虽然债务重组为希腊提供了从债务危机中恢复过来的机会，但这个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它伴随着痛苦的调整和长期的挑战。在债务重组之后，希腊政府开始实施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财政紧缩、税收改革以及公共部门和退休金制度的重组。这些措施旨在减少政府开支，增加税收收入，恢复财政健康。短期内，这些改革导致了经济收缩、消费下降和生活成本上升，普通民众的生活受到了极大的影响。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希腊经济开始显示出复苏的迹象，经济收缩逐渐放缓，随后转为增长，投资开始回升，失业率逐步下降，尽管仍然高于危机前的水平。这些积极的变化表明，经过艰难的调整和改革，希腊经济正在慢慢的回到正轨上来，经济结构也经历了显著的转变。危机前，希腊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公共部门和服务业，特别是旅游业和航运业。债务重组和随后的改革促使希腊政府和企业开始寻求更多元化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这包括鼓励私营部门发展、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以及促进出口导向型产业的发展。在经历了债务重组和改革的艰苦过程后，希腊经济的恢复仍然是不均衡的。虽然宏观经济指标显示出积极的趋势，但许多希腊民众依然感受到经济危机的长期影响。生活成本的上升、工资增长的缓慢以及社会保障系统的变化，都对民众的生活质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国际社会对希腊经济的评价也开始转变。通过持续的改革和财政纪律的维持，希腊逐步恢复了国际市场的信任，能够以更加有利的条件融资。此外，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希腊的评估报告中，也开始强调希腊经济复苏的积极进展，尽管同时指出了需要进一步改革的领域。总的来说，债务重组之后的希腊，其经济和社会面貌经历了深刻的变化。经过一段时间的痛苦调整和改革，希腊经济开始逐步复苏，展现出新的生机。然而，这个过程也揭示了经济重组和改革中的挑战和不确定性，特别是在保护最脆弱群体、促进包容性增长以及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方面。希腊的经验为其他面临类似挑战的国家提供了宝贵的教训，即债务重组和经济改革需要精心设计和耐心实施，同时必须考虑到广泛的社会和经济影响。亲爱的朋友们，非常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我们在 YouTube 社区发起了一个投票，希望听听你们的声音。这是一个展现我们共同价值观的绝佳机会，请来表达你的看法，让我们一起探讨和分享。你可以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找到投票的置顶链接，期待你的参与。希腊债务重组的经历和教训不仅对希腊自身的经济和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对全球经济以及其他国家的政策选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全球化的经济体系中，一个国家的经济决策和挑战往往能够对其他国家产生连锁反应。希腊的债务重组案例为其他面临类似困境的国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启示。例如，阿根廷在2001年经历了一场严重的债务危机，其后的债务重组过程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债务管理策略产生了影响。阿根廷采取的部分债务减免和债券交换方案，在一定程度上为希腊等国提供了债务重组的参考模式。通过与债权人的协商，阿根廷成功降低了债务负担，恢复了经济的部分稳定性。虽然这一过程伴随着投资者信心的下降和长期的经济影响。另一个例子是冰岛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经济恢复。冰岛的情况与希腊有所不同，它通过拒绝拯救银行、实施货币控制以及重组国内金融体系等措施，成功地稳定了经济并促进了恢复。冰岛的做法展示了在面对金融危机时，除了债务重组外，
还有其他一些创新的解决策略可以被考虑。在希腊债务重组的过程中，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角色也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反思。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团结与协作，以及在危机时刻对成员国的支持和援助机制，成为了未来处理类似危机时重要的考虑因素。同时 ，IMF 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和策略也因此而受到了重新评估，特别是在提供财政援助、技术支持以及政策建议方面的作用。希腊的案例对于全球经济治理提出了重要的问题：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有效管理国家债务，以及如何通过国际合作机制来预防和解决债务危机。他也强调了债务重组不仅是技术性的财务操作，更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和社会多方面因素的复杂过程。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希腊的经验强调了债务可持续性的重要性，以及在面临财政困境时，采取全面和协调的政策措施的必要性。总之，希腊的债务重组经历提供了对其他国家在处理自身债务问题时的重要参考。它展示了在全球经济相互依存的今天，国家之间的合作、灵活的债务管理策略，以及对公共政策的深思熟虑，对于维持经济稳定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通过借鉴希腊以及其他国家的经验，全球经济体可以更好地准备和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财政和经济挑战。而对于普通民众而言，这些案例也提醒人们关注国家财政健康对个人生活质量的深远影响，以及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个人与全球经济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亲爱的朋友，我们是个初创小团队，我们开设了多个频道 ，Wiki Wonders 一个致力于带您探索历史、文化和知识的频道。历史印记频道，这里是探索历史深渊、揭秘历史名人的独特空间。经济世界这个频道旨在为您呈现经济世界的精彩故事和解释经济名词。商界传奇，一个专注于讲述世界上最著名企业及其创始人故事的平台。我们在片尾画面设置了各个频道的悬浮卡片，欢迎点击观看。祝你今天过得开心，谢谢。我们会每日更新，明天见。